Mad boy? Show your face. I'm not mad. That's okay. We don't change our plates every morning, just so you know. It'll be the same plate when you come talk to us later. That's fine. U.S. citizen, former fucking veteran. You want to come at us? You want to come at us? I say go get yourself some lunch, big boy. Go ahead.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fucking car. Get out of the car. Whoa!各位好，我是艾森。2026年1月7号的早上，气温是零下15度，冷到能够把呼吸都瞬间冻成冰渣。就在这个上午，三声枪響打破了一個城市的寧靜，一個37歲的美國女人就這麼死了。但就在幾千英里之外的華盛頓，有人正在打算召開一個聽證會來推翻這個城市的政府。這背後是一起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福利欺詐案，涉案金額超過2.5億美金，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但是這樣一聲槍響之後，改變了整件事情的走向。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關於執法的爭議，它也是關於一個文明衰退的故事。讓我們先問一個最基礎的問題，就是那2.5億美金到底怎麼樣就憑空消失了呢？2020年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美國政府看着國內餓肚子的孩子，他們決定我們要撥錢給孩子們買飯，讓他們能夠吃上熱騰騰的午餐。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聯邦政府掏錢，然後州政府來負責分發。有一個叫做 Feeding Our Future 的這個組織，他們負責中間對接這一塊。這個組織的名字翻譯成中文叫做餵養我們的未來，充滿了溫情，但其實也正是這個 FOF 變成了是噩夢的開始。這個欺詐案後來被聯邦檢察官定性為是注意這個頭銜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疫情欺詐案，2.5億美金。這個數字有報道說實際上可能高達10多億。那已經不再是某一些政府官員偷偷往自己口袋裡面塞個幾萬美刀，這個是工業級別的流水線的收割。而這個背後有一個女人叫做艾米·伯克，她是 FOF 的創始人。她做了什麼呢？很簡單，她把挨餓的孩子變成了是一種可以交易的向政府換錢的產品。給大家解釋一下她這個系統是怎麼樣運轉的。艾米伯克在頂端，他向州政府申請錢，然後他抽取 10% 到 15% 作為行政費用，這個基本上算是一個洗黑錢的中心。然後在他下面有數百個虛構的供餐點來對接，紙面上這些地方每一天都給成千上萬挨餓的美國孩子送熱餐。給大家舉一個非常離譜的例子有一家東非風味的小餐廳，這家店他們聲稱每一天給6000個孩子送飯，6000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FBI 在街對面裝了攝像頭，監控了整整2年，每一天進出的人數是多少？大約40個，大部分還是成年人，而且也沒有看到他們怎麼給6000多個小孩送外賣。但是這個紙面上的6000多個小孩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在街頭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到底在哪兒？他們實際上只停留在發票上，發票非常清楚送了6000多份餐，錢也是真真切切的打進了賬戶裡頭。然後還有另外一家餐廳，他們聲稱每一周給4萬個小孩送飯。4萬個小孩是什麼概念我想體育館都會被擠得水泄不通才對，但實際上呢，連鬼影子都沒有一個。最侮辱智商的部分，我得單獨拎出來講一講。前來就餐的這個兒童名單，按道理他的名字出現的應該比較隨機，對不對？結果也許是因為錢來得太容易了，這幫詐騙犯不知道是因為太懶還是太蠢，他們裝都懶得裝了，找了一個隨機生成英文名字的網站，然後按照字母表從 A 到 Z 整整齊齊的填寫在 Excel 表格裡面，從 A 到 Z 結尾字母順序。這個換的是誰會看不出來這是在造假呀？但結果呢，明州的政府還是照常給錢了。9000多萬份飯，從來都沒有做過的餐食，從來都沒有被打包過的餐點，所有這一切全部都變成了
詐騙犯手裡的真金白銀，政府撥付的巨款最後去了什麼地方？最新款的蘭博基尼、保時捷，價值數百萬的豪宅，迪拜的旅行，馬爾代夫的度假，甚至直接資助了東非的恐怖組織。光聽這些就已經夠荒唐了，但是最荒唐的事情還在後面。大家應該現在想到一個問題，就是這麼明顯的造假持續了整整2年多，難道明尼蘇達州政府他們真的沒有看出來嗎？他們不是没有看出來，因為這麼低技術含量的造假，明尼蘇達政府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即便看出来了，他們依然選擇了裝睡。州政府教育部的官員2018年疫情之前就已經發現了有一些問題，有员工發警告，也有人公開舉報，但是所有這一切全都石沉大海。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是在2020年，大家還記得這個時間點嗎？喬治·弗洛伊德他就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壓頸而亡，整個美國在黑命貴運動的怒火當中熊熊燃燒。在當時的那個時間跟地點上，對於任何一個白人技術官僚，他都有可能会被貼上種族主義的這個標籤，他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社會性死亡，職業生涯徹底終結。所以這樣一幫教育部的官員，他們選擇怎麼辦呢？他們不再討論這些數據是不是假的，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指數級激增的這個熱餐數量跟申請的這個金額，還有非常低劣的就餐名單，讓這個問題根本不再重要。他們開始討論的是，如果我們拒付這樣一筆錢，會不會被媒體罵成是種族歧視？所以大家看到了嗎？這個就叫做寒蟬效應，政治正確嚇死了整個明尼蘇達州的監管部門。光有這些還不夠，州政府還甩了一個鍋出來，他們說我們是想停止付款的，但是古斯曼法官他不讓我們這麼做，法官命令我們繼續付款，我們是被迫的呀。這是非常漂亮的托詞，但是是完完全全的謊言。古斯曼法官他從來沒有下令恢復付款，他只是說你們的程序有問題，而州政府呢，趕緊抓住這個機會，主動恢復了付款，然後對外聲稱是被迫，是在遵循司法程序，把鍋甩得乾乾淨淨。他既不需要擔心因為停止付款而被指控是種族歧視，他又不需要擔心被指責是監管不力，完美。他們為什麼要費勁巴拉的編造這個謊言呢？這個是政客非常冷酷的成本計算。如果繼續堵住不讓付款的話，會面臨種族歧視的指控，這會有漫長的訴訟，強大的輿論壓力。如果恢復付款的話，損失的其實只是美國納稅人的錢，但能夠買來政治上的親近和自己仕途上的順暢，花別人的錢買自己的太平，這個交易絕對划算。所以這筆賬明尼蘇達教育部他們的官僚算得清清楚楚。那現在我們要問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州長這個級別呢，為什麼要允許下面的部門胡作非為？不是還有公開舉報信嗎？為什麼一個民主黨控制的州政府會甘冒如此大的風險去包庇這個欺詐案呢？表面上來看，這個只是反腐敗的調查，但深層裡面來挖，這個是權力鬥爭。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也就是民主農民勞工黨，簡稱 DFL， 那這個政黨在州裡面是怎麼樣拿到權力的？其實他們的結構非常脆弱。2022年的州長選舉，蒂姆·沃爾茲他看似贏得非常容易， 7.7% 的優勢當選。但如果你撥開掉雙子城，也就是明尼阿波利斯跟聖保羅之後，我們再看看選舉地圖，你就會發現他在農村地區其實是一敗塗地。州參議院呢， DFL 這個政黨它只領先一個席位，1席而已。這個選舉地圖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只要失去幾個關鍵社區的集團票，權力的天平就會徹底傾覆。而這幾個關鍵的社區就是當地的索馬里移民聚集區。Feeding our future， 餵養我們的未來，這個欺詐組織它背後主要的控制者是誰呢？索馬里移民社區的領袖。詐騙集團的高層他們賺得盆滿缽滿，而且還利用了普通索馬里移民家庭對於同族兄弟的信任，誘騙他們簽署了虛假的名單。
而更進一步通過中族的影響力跟經濟的控制，在選舉的時候，他們能夠非常輕易的調動成千上萬的鐵票。這些票對於 DFL 這個政黨有多重要？這個是救命級別的重要。所以整個的政治邏輯在明尼蘇達州就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第一步，州政府向這些索馬里的欺詐組織輸送聯邦資金。第二步，這些社區組織的領袖在選舉的時候給 DFL 輸送成千上萬張鐵票。第三步，欺詐所得的一部分資金經過洗白之後流向社區的領袖，也以政治捐款的形式重新回到民主黨政客的競選賬戶。這個不是艾森的推測，這個是有證據的。美國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他接受了來自於這個網絡的數千美金的捐款，而且最關鍵的是什麼？他的整個的政治機器高度依賴這些社區領袖的地面組織能力。FBI 在做突擊調查的前一個月，有錄音證據顯示，州總檢察長艾利森他和 FOF 這個組織的關鍵人物曾經私底下見過面，然後多名後來被起訴的被告都證實向他和他的兒子捐赠了數萬美刀。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長雅克布·弗雷，他的前高級政策助手，直接就是欺詐案的核心參與者，而且已經認罪伏法。所以我們看到國會一級、州政府一級跟市政府一級3級全部涉案，這個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個別貪官，這是整個系統被腐化，這個就是窩案。而這個系統是怎麼樣被異化的呢？我們把它叫做社會權力的封建化。州政府在整件事情的監管上面表現得像個無能的窩囊廢，而與此同時，像 FOF 這樣的非營利組織，他們演變成了擁有領地、有金錢、有選票的新的諸侯勢力。他們填補了政府職能留下的真空，不僅能夠控制資金的分配，還用選票實際掐住了官員的軟肋。所以當聯邦一級嘗試介入調查的時候，他們在當地面對的不是一個一個普通的詐騙犯，而是一個一個有組織、有州政府背書的敵對部落。那說了這麼多，我們回到槍響的那天清晨，粉角公園社區，多輛沒有任何標識的聯邦車輛趕到當地，這個是特朗普政府的大都會激增行動的一部分。他們派遣了2000名聯邦特工到這個城市，有國土安全的調查局，有ICE執法與驅逐的行動組，甚至極其罕見的 CBP 調配了他們的特種部隊到場。各位啊，這個 CBP 的特種部隊，他們通常只是在邊境用來對付販毒集團的。為什麼要出動這樣一支特種部隊來到這個城市？剛才已經講到了，部分欺詐的資金流向了海外的恐怖組織，所以這個已經不再只是單純涉及欺詐的刑事案件，這個是國家安全的威脅。而這樣一幫聯邦特工，他們有什麼特點呢？他們配備了自動步槍跟防彈裝甲，他們不認識這裡的街道，不懂這裡的社區文化，他們沒有社區警務的概念。在他們的任務簡報裡面，明尼阿波利斯不是一個需要服務的城市，這是一個戰場，充滿了敵意、欺詐跟國內的恐怖分子。他們是帶着戒備跟敵戰區的心態抵達當地的。那現在就在9點半，一個叫做瑞尼·古德的37歲的美國白人女性，她駕駛着本田 SUV 橫在路中央。她的身份是什麼？法律觀察員。這個詞在2020年以後的明尼阿波利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個愛看熱鬧的朝陽區大媽，這個是經過全國律師公會專業培訓過的人。他們的任務是什麼？是監控壓迫者的代理人，其實也就是聯邦特工啊、警察呀這些人。而他包裡裝的是記錄設備、法律表格，還有那些抗催淚瓦斯的裝備。所以作為觀察員，他應該非常清楚對方就是執法人員。但為什麼不在旁邊記錄觀察，卻要橫在馬路中央呢？這個事兒說實話我沒搞明白。但無論如何，衝突還是爆發了。9點31分，有幾個特工走上去包圍了他。
有非常混亂的聲音從現場傳來，一個特工喊趕緊把車開走，但是另外一個特工卻在吼從他媽的車裡給我滾出來，同時還有人試圖要強行拉開車門。9點31分30秒，古德的車他先短暫的倒了一下車，然後他打了一下方向盤，踩下了油門。有人說他看起來是想要繞開特工逃離包圍圈。現在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微秒級的問題，從視頻上來看，古德的車最開始確實是直直的對着特工的方向，但直到開槍的槍響的那個瞬間開始打向另外一側。有說法是因為這個路面已經結冰，導致車打滑，所以這個方向盤才開始打向另外一側。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的視頻，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特工他是有被車撞擊，然後身體後仰的這麼一個跡象。但整個事件的核心爭議點始終是古德他是在試圖要繞開特工嗎？還是試圖撞向特工？或者他是原本準備攻擊特工，而後意圖逃跑呢？但是有一點非常明確，就是從特工決定要開槍到他扣動扳機大概需要 0.25 秒，但不管是決定要逃跑還是要反擊，就在這短短的 0.25 秒之內，車的方向已經改变了，而悲劇就發生在這個生理性的時間極限差裡面。9點31分45秒，這個站在車左前側的特工拔槍，砰砰砰，子彈穿透了玻璃，擊中了古德。車子失控加速撞向了路邊的豐田卡羅拉，最後撞停在電線桿上。9點32分，一切都結束了。急救人員趕到的時候，古德他已經沒有了生命的體徵。槍聲剛落，華盛頓跟明尼阿波利斯的公關機器就已經全數運轉了。如果你只看聯邦政府的聲明，你會認為死的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極端分子。國土安全部的部長克里斯蒂·洛姆在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神情冷峻，他拋出了一個定性，這是國內恐怖主義行為。這是因為在新的法律框架底下，暴力阻礙移民局執法被重新定義為恐怖主義。洛姆聲稱古德他是武器化了他的車輛，他意圖碾壓現場的執法人員。而特朗普也隨即發文稱古德惡毒地攻擊了愛斯特工。但在另外一邊，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長看完視頻之後直接爆出口，這是胡扯，他直接定性這是特工魯莽使用武力導致的謀殺。然後他讓所有這些聯邦的執法單位都給我滾出明尼阿波利斯。左派的媒體開始刊登古德生前的照片，他遛狗，他和孩子們合影，他寫的詩，順便說一句，是關於解剖胎豬的詩歌。網絡上爆發了激烈的混戰，右翼的網紅為古德貼上了安提法的標籤，而左翼他們逐幀分析視頻，指出特工開槍的時候其實完全是處於安全的距離。所以大家看到了嗎？同樣一段現場流出來的視頻，一方看到的是瘋子試圖用車撞人，但另外一方看到的是無辜的觀察員被執法過度殺害了。這是兩套完全沒辦法兼容的真相。這個不僅僅只是話語權的爭奪，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在街頭的碰撞。在特工眼裡，正義等同於合規與秩序，針對威脅開槍是自衛權，調查欺詐案是在維護美國納稅人利益的法治程序。但從抗議者的角度來看，正義等同於身份與抵抗。古德他死於國家暴力機器之手，是一種殉道。衡量正義的標準不是法律條文，而是受害者的身份、階級、種族屬性以及反抗壓迫的敘事正確性。說白了，還是政治正確。那現在我要問一個不那麼政治正確的問題：為什麼雷尼·古德的死能夠引發如此巨大的海嘯？古德是白人並且是女性，這個雙重身份很關鍵。在社會心理學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可識別受害者效應。一個具體的有名有姓有親切面容的受害者能夠激起遠遠超過統計數字的共鳴。但這裡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東西，一個戰略性的身份置換。
這次突襲的背景是什麼？是一起針對索馬里移民社區的大規模的福利欺詐。這個事件本身就是一個敏感的種族議題。那如果抗議的主體是這些移民的社區，那非常容易被說成是恐怖分子在對抗執法。但是白人女性古德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敘事的邏輯，她的死把針對特定主義金融犯罪的執法瞬間轉化成了聯邦政府針對所有美國普通公民的無差別的殺戮。對於自由派來說，古德是他們價值觀的肉身代表，反種族主義、保護弱者是對抗體制的完美的象徵。而對於移民社區来說，古德變成了一張免死金牌。大家看吧，不僅僅是我們少數族裔受到了壓迫，連白人女性都會在街頭被這些聯邦探員射殺。這證明了特朗普政府的聯邦執法機構本質就是邪惡的。他們不是衝着我們索馬里的社區來的，他們就是為了搞定選票來橫掃民眾的。所以你看到嗎？戰略性的身份置換導致的心理暗示極其成功的把白人中產階級的焦慮跟移民社區的防禦機制牢牢的焊接在了一塊兒。在這個巨大的情感聯盟面前，任何理性尚存的質疑跟反思，比如說古德當時在現場為什麼不聽執法人員的指揮，任何一種類似這樣的質疑都會被扣上缺乏同情心、道德敗壞的大帽子。所以這個就是道德操控的威力，它能夠讓大家為了一個符號而心甘情願的忽略眼前的事實跟邏輯。但這裡還有一個被徹底淹沒的聲音，在索馬里的社區內部其實也存在一種被壓抑的憤怒，因為很多索馬里的移民他們千辛萬苦來到美國就是為了逃避戰亂跟軍閥的暴政才來的。但是現在呢，他們看到本社區的這些小撮人用同樣惡劣的手法，比如說欺詐、恐嚇、地下洗錢網絡，在明尼蘇達重啟爐灶。對於這些手法的誠實的索馬里人來說，這一小撮混蛋摧毀了整個族群的名聲，從此以後他們在美國有可能會寸步難行。而聯邦特工的突襲不是種族迫害，這個是遲來的正義。但這個非常微弱的聲音，因為古德之死所掀起的這個滔天巨浪跟道德狂歡被徹底淹沒了。自由派把古德捧上神壇的時候，他們也在徹底剝奪了守法索馬里移民的發言權。因為戰略性的身份置換，由於受害者變成的是白人，這樣一起原本因為少數族裔涉嫌欺詐引發的聯邦調查介入，經過這樣一個去族裔化的處理和身份的戰略置換以後，反而現在保護了真正的罪犯。而這個才是本次事件最大的諷刺，這個也是美國制度的悲哀。給大家講一個美國的往事，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美國民權運動的高光時刻。當時的總統艾森豪威爾，他為了執行聯邦法院關於廢除種族隔離的判決，他派遣了最精銳的美軍101空降師進駐小石城。聯邦政府是正義的執行者，而州政府阿肯色州的州長是那個頑固的試圖用州權來阻擋歷史進程的反派。艾森豪威爾他甚至直接把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他剝奪了州長的軍事指揮權。在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當中，聯邦權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這個權力的結構非常清楚。我們再回看2026年的今天，想想之後不到幾個小時，明尼蘇達州的州長蒂姆·沃爾茲，這個人曾經是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副總統的候選人。他幹了什麼？他幹了自南北戰爭以來極其罕見的事情。他向本州的國民警衛隊下達了預警命令，準備用州的軍隊來對抗聯邦的執法者。這個原本應該召開的會摧毀沃爾茲政治生命的眾議院的聽證會呢，因為這一聲槍響徹底改變了新聞的週期。1957年聯邦至上是為了糾正地方的邪惡，在2026年，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很多人來說，聯邦現在变成了一個有侵略性的外部力量，而州權此刻成了自由派手裡的盾牌。
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制度的自我吞噬。美國國父的制度設計，聯邦制的設計初衷，它是為了分權跟制衡，防止暴政。但在高度極化的當下，在美國這樣一個政治環境底下，分權卻不幸變成了是合法的割據。明州的政府沃爾茲，他利用州警權來對抗聯邦調查權。他不僅僅是為了保住索馬里這個移民社區這個民主黨的鐵票倉，他更是為了切斷通向州政府、通向他自己的這個腐敗調查案的鏈條。當美國的聯邦政府試圖通過司法來糾錯的時候，州政府的地方卻可以用憲政危機來反擊。所以這個原本用來捍衛民主制度的安排本身，現在卻在保護他試圖要懲罰的罪惡。在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重要的反轉發生在法律的層面。美國最高法院在一個叫做巴恩斯訴費里克斯的案件當中，推翻了一個持續了幾十年以來的法律原則。舊的原則非常簡單，法官他只看最後幾秒鐘，如果在執法的現場真的一瞬間警察面臨生命危險，那他開槍就是完全合法的。至於他是怎麼樣陷入這樣一種非常危險的處境呢？不重要。但是某種程度上，這個非常簡單粗暴的原則也會獎勵比較糟糕的現場的戰術處置。它等於在告訴警察或者是執法人員，如果你讓現場的局勢失控，如果你把自己置於險境之中，也沒有關係，不重要。2025年的巴恩斯的判決，最高法院是推翻了這個威脅時刻的原則，它建立了一個新的標準，警官制造的險境這個理論。這意味着什麼？警察開槍以前的職務行為也必須被納入考量。如果一個警察當時的戰術行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他就不能夠用自己制造的險境來合法化開槍這個動作本身。那這個新的標準對於警察的要求更高了，他要求警察不僅僅要勇敢，更要聰明。這個是從英雄主義進化到了專業主義。在新的時代倡導的這個英雄主義，應該是專業的克制、精準的戰術和對於生命的絕對的尊重。在以前，面對移動當中的車輛，警察如果撤退，可能會被視為軟弱，而現在叫做戰術脫離。警官們現在學到的是什麼？要始終站在車輛的側後方，別把自己的身體置於車輛的前進路線。那如果一定要追逐逃竄的車輛，還有一個新的技術，就是可以用 GPS 吸附彈，一旦粘在對方的這個車上，警察就可以停止追逐，然後通过衛星監控慢慢去抓人。所以這個技術就可以把必須要在2秒鐘內解決的一個生死局，變成了可以在2個小時的時間段內慢慢來決定的一個戰術局。這個就是現代文明執法的進化，不再是自殺式的衝鋒，像一種好萊塢的英雄主義。因為法律承認了一點，就是如果你有能力避免殺戮，但卻選擇了開槍，那你就不再是美國法律承認的正義的守護者。我們現在回顧所有這一切，從那2.5億美金的消失，到票倉與資金的雙重循環，再到波特蘭大街上的血色，我們看到的其實不僅僅是關於犯罪的故事，而是關於美國衰退的故事。古德他是一個複雜的個體，他有愛，有家人，有詩歌，但與此同時也有激進的信仰和對抗的衝動。承認這一點不是對他的不敬，而是他作為一個個人，不是政治玩偶的尊重。而那名特工的臨場反應，在非常緊張的幾秒鐘之內，或許是合法的。在極端的緊張跟不確定情況底下，他做出了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而且僅僅在6個月以前，他曾經被非法移民的車拖拽了300尺，縫了33針。考慮到他已經在執法過程當中丟過半條命，所以某種程度上，哪怕反應過激，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但理解歸理解，理解和正確始終是兩碼事。整件事情最終的對錯依然需要等待法院來做出判決。
但明尼蘇達州的危機並沒有結束。隨着調查的深入，隨着更多欺詐細節的曝光，或許有一天公眾會意識到，他們在這個寒冷的清晨流下的眼淚，被真正竊取了2.5億美元的人，被那些險些登上美國最高權位的人當成了是最好的掩護色跟完美的焦點轉移。2026年的明尼蘇達是美國的一場壓力測試。當下的美國社會共識已經破碎成互不信任的部落，索馬里社區被視為民主黨的票倉部落，因此享有某種程度的法外特權。激進的左翼古德所屬的那個陣營，他們是意識形態的部落，他們通過對抗警察執法來獲得認同。當聯邦特工進入當地社區的時候，他們面對的不再是一個一個的個體的移民或者是公民，而是一個一個有組織、有各種資源、有 NGO 掩護，甚至有當地政府背書的敵對部落。所以大家看到了嗎？美國先贤構建的法治國家的想象，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頭被部落主義的現實擊得粉碎。聯邦政府他們試圖行使執法的職能，但是遭到了社會激進組織與州和市一級政府的聯合絞殺。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加地方政府聯合起來對抗中央政府的結構，已經成了美國社會動盪的新常態。社會力量在極化的政治環境底下，他們不再是民主制度的非常有益的補充，它變成了是瓦解民主國家的離心機。那從此以後，所有的衝突，無論是反腐與包庇、法治與人權、中央與地方，都源於美國制度設計當中固有的這樣一種對抗性的基因。而一旦沒有了統一的美國身份認同，沒有了美國夢之後，這樣一套曾經為君子而設計的制衡的制度，變成的是黨同伐異的角鬥場。這個再次驗證了我在之前硬件決定論視頻當中的論述。如果明州成功的利用國民警衛隊或者是政治上的壓力來迫使聯邦執法單位撤出或者停止調查這個欺詐案，這個會創下什麼樣的先例呢？這意味着民主黨控制的蘭州從此以後可以實質性的豁免聯邦重罪。這將不但會是民主黨政治上的勝利，這也會是美國法律版圖的巴爾幹化。而隨着聯邦執法力量被污名化和被迫受限制，會有什麼樣的力量來填補這個真空呢？我們會看到左翼的自衛團跟右翼的民兵，不同政治立場的民間武裝，他們會填充這個真空。在一個極化跟分裂的美國，如果沒有任何一個權力，無論這個權力是來自於法律、道德還是行政的權力，能夠統攝全局的話，我個人的觀點是比較悲觀的。美國社會將會在無休止的自我反對當中走向失序。當法律變成是雙關語，當法治也變成是一個笑話之後，當制度本身成了混亂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時候大家將不得不尋找新的秩序提供者，也許是強人政治，也許是社區自治，或許是某種形式的分離。但無論是哪種，都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民主法治的美國。雪依然在下，掩蓋了波特蘭大道上的血跡，但這樣一聲槍響，它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在這個時代，美國人還相信美國夢，他們還分享一個共同的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但那個舊時代已經過去了，朋友們。當一個國家開始自己反對自己，當一個制度開始自我吞噬的時候，對於這個新時代的美國，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可以給到各位，因為沒有簡單的答案。這不是一個好人或者是壞人的故事，每一方他們都有自己的恐懼，有自己的邏輯。古德有，聯邦特工有，腐敗的官員他們可能都有，而誠實的索馬里商人他們也有。但這些不同的正義感，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國家治理的框架底下實現共存，這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因為有人邪惡，而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坐下來傾聽
大家不在乎別人在說什麼。但如果我們不開始認真思索的話，那下一個明尼阿波利斯會更快到來，而下一個古德也會更早出現。而每一次這樣的事件發生，美國的分裂都會再加深一層。我是艾森，感謝各位的收看，希望我們大家還能夠找到彼此願意共同對話的語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